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圣诞老人水桶包，看起来是不是超级的好看呢？我们现在开始来制作吧。首先我们用到的是红色的牛奶棉，从我们中间把线头取出来，另外一个也是同样。拉出来之后，两个线头对齐。我们包包的主体是用双股钩，双股钩也就是两根线放到一起，对齐了之后，用我们左手的小拇指挂线，把线头拉上来。我们先用我们的左手的食指绕一个圈，再用我们的右手捏住这个线圈，然后再用左手的小拇指挂线，食指挑线，用我们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住刚才的这个线圈，再用我们的钩针穿入这个线圈里面，再勾线出来，从这个线圈里面把线勾出来，这样钩针上就会有一个线圈。这里我和大家说一下钩针的用法。钩针的用法就是用我们右手的大拇指放在前面，食指放在后面，这样去拿，然后勾线过来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握着去钩织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法还有钩织的方法可能就是有点不同，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拿，也可以握着去拿，这个大家可以随意一点。我再教大家做一遍，两根线头对齐，用我们左手的食指绕一个圈，捏住小拇指挂线，食指挑线，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个线圈，用我们的钩针穿入这个线圈里面，再把线勾过来，这样钩针上就会有一个线圈。钩针需要绕线，然后从这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是我们钩的一个起立针。起立针不算作针数，但是我们也要勾。钩针上还是会有一个线圈，钩针从这个线圈里面穿进去，勾线出来。这里我和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们的包包是用长针的钩法来钩制的，所以说这里我们需要绕一次线，因为钩针上原本有一个线圈，所以说我们需要绕一次线，这样钩针上就会有两个线圈，然后再从这个线圈里面穿进去，再勾线出来，这样钩针上就会有三个线圈。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勾过前面两个线圈，这样钩针上还会有两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再从这后面两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就是一个长针的钩法。再和大家演示一遍。两根线对齐，然后做一个线圈，钩针穿入线圈里面，勾线出来，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从这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是我们钩的一个起立针。我们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作针数，但是也不能忘记，一定要钩。钩针上也是会有一个线圈，钩针需要绕一次线，这样钩针上就会有两个线圈，再从这个线圈里面穿进去，钩针再勾线出来，这样钩针上就会有三个线圈。钩针绕线，从前面两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样钩针上还是剩余两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从这两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就是一个长针的钩法。
第一个长针钩好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把钩针取下来。它这里会有一个 V 字的形状，一个 V 字代表一针。这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，我先给它扣上。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钩的第一个长针。第一个长针钩好了之后，钩针上还是会有一个线圈，我们需要绕一次线，千万不要忘记绕线，再穿入孔内，再勾线出来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从前面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。我们勾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，不要着急。钩针上还剩余2个线圈，钩针绕线再从这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就是我们钩的第2个长针。每勾完一针之后，它这里都会形成一个 V 字的形状，一个 V 字代表一针，也就是我缝合针挑的这个位置。这里是第2个长针，我们还是绕线穿入孔内，勾线出来，钩针绕线从这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还剩余2个线圈，再绕线再从钩针上这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是我们钩的第3个长针。我们第一圈需要钩12个长针，绕线穿入孔内，勾线出来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面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还剩余2个线圈，再绕线从这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就是长针的钩法。然后后面的几针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一边勾着一边数着。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手法不同，有的人可能就是手法紧，但是我们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勾的时候不要太紧，稍微松一点，这样勾出来的包包才会好看一点。如果手法太紧，勾出来的包包就会很小。扣记号扣的这里是我们钩的第1针，然后这里是第2针、第3针、第4针、第5针、第6针、第7针，然后这里是第8针，我们已经钩了8针。绕线穿入孔内，勾线出来，绕线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再绕线勾过后面2个线圈。我们一边勾一边把这个线给它拉长。我们是2根线同时在用的，这就是双股钩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还差2针，11、12，我们第一圈一共钩了12个长针，钩完之后，我们需要拉这边的短线头，给它拉紧，这样中间的这个线圈就会缩小。拉紧了之后，把线头给它放到后面，这个短线头就给它放到后面，取下我们的记号扣。我们的钩第1针的时候，也就是刚才我取记号扣的这个第1针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勾的松一点。如果太紧，可能我们就在最后的时候不太好穿进去，所以说勾的稍微松一点，这样比较方便我们钩织。钩出来之后，从第1个线圈里面，也就是我们刚才取记号扣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们钩的第1个长针的这个位置，穿进去之后勾线出来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然后这个前面这个线圈直接从后面这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引拔针的钩法。每一圈的结束都需要钩引拔针。
引拔针钩完之后，钩身上有一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从这个线圈里面钩出来，这是钩的一个起立针。前面有说起立针不算作针数，但是也必须要钩，千万不要忘记。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从我们刚才的钩的引拔针的这个位置开始钩。第二圈的第一针也是钩长针，这里是我们的第一针，做一个记号扣，新手一定要扣记号扣，因为我们第二圈需要钩加针，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需要钩加针。我们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已经钩了一个长针了，所以说我们在钩第二针的时候，还是同样从这个里面穿进去，再钩线出来，再钩一个长针。同一个针目里面一共钩了2个长针，这里扣记号扣的这里是第一针，这里是第二针。下面的第二个针目里面，也就是第一圈的第二个针目里面也是钩加针的。第二圈的每一个针孔里面都需要钩2次，同一个针孔里面钩2针长针，这就是长针的加针。把这个线给它拉齐了之后，再进行钩织。这里是钩了14针，然后下面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需要钩2针。我们加针和不加针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它这里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个里面钩了2次，它这里看起来会比较的挤。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我这里会稍微快一点。第二圈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需要钩2针长针，因为它同一个针目里面加了1针，也就是2针。我们第二圈的一圈全部都是钩加针，每一个孔里面都是2针，钩完之后是24个长针。钩完之后大家可以数一下，看自己钩的对不对。如果某个地方不对，比如说我们某个地方少钩了1针，我们可以把钩针取下来，然后拉我们这边的线头，这样一拉到我们正确的位置，再进行钩织。我们这个线可以反复使用的，不要说某个地方钩错了，然后直接就把线给它剪掉。我们是不用剪线的，直接把钩针取下来，拉这边的线，然后拉到正确的位置，再进行往下钩织。这里和大家说话，这里就少钩了1针。我们在钩织的过程中一定要专心，不要着急，要有一定的耐心，慢慢的去学。最后1针也是钩一个加针，还差1针，再钩1针。钩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已经是我们的
第一圈的最后一针了。我们已经勾完了，它这里不算作针数的，因为它这里是带有一点什么的，然后说这里是不用勾的。我们从记号扣的这个位置穿进去，也就是我们第二圈的勾的第一针的这个位置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再勾过来做一个引拔。勾好了之后，先勾一个起立针。我们每一圈的开始都要勾起立针，这里是它的背面，我们再把线头给它拉近一点。带有线头的是它的背面，看起来比较平整的就是它的正面，我们不要搞混了。第二圈勾完之后是24个长针，因为我们每一个针目里面都勾了2针，所以说这一圈勾下来就是24个长针。勾完之后大家可以数一下，我这里我就不数了。然后继续接着勾第3圈，也是同样绕线，从刚才勾引拔针的这个位置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还是同样勾长针。这里是我们勾的第一针，扣一个记号扣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每勾完一针之后，它这里都会有一个 V 字的形状，一个 V 字就是代表一针。第3圈，我们勾的规律就是隔一针加一针。什么是隔一针加一针呢？也就是我们勾的第一针，这里是勾一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面就需要勾一个加针。这里已经勾了一针，所以说在同一个里面再勾一次。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扣记号扣的这里是我们勾的第一针，然后这里是第二针。第二针我们是一个里面勾了2针，这里加针和不加针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是很明显的，它这里是特别的比较挤。所以说我们这里已经勾了3针了。绕线，千万不要忘记绕线。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钩针需要绕一次线，穿入下一个针目里面，再勾线出来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从前面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还剩余2个线圈，再绕线从这2个线圈里面勾出来，这就是长针的勾法。绕线从下一个里面勾一个加针，这就是隔一加一的勾法。这里再和大家说一遍，扣记号扣的这里是我们的第一针，这里勾了1针，第二针里面就是第二个针目里面，我们是勾了一个加针，这里是2针，然后这里是1、2、3，然后是3针。第4个里面，第4个我们就是勾了1针，然后这里是勾了2针。绕线，下一个里面勾1针，按照这种规律给它勾到结尾。第一针是勾1针，第二针就需要勾一个加针，第3个就是勾一个单独的长针，第4个里面就是勾一个加针，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去钩织。我们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松紧有度，
不要勾的松的松，紧的紧，我们也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松紧度。这里的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会勾得快一点。最后这里还剩余2个针目，我们在倒数第二个里面勾1针，然后这里是倒数第1个里面，然后这里看起来也像一个 V 字的形状，其实它并不是，所以说这里我们是忽略掉的，这里是不勾的。最后一个里面需要勾一个加针，在第1针的位置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有2个线圈，前面这个线圈直接从后面这个线圈里面带过来，这就是一个引拔针的勾法。每一圈的结束都需要勾引拔针。第3圈勾好了之后，我们开始勾第4圈，先勾一个起立针，起立针勾完之后，绕线从刚才勾引拔针的这个位置勾第4圈的第1针，扣一个记号扣。第4圈的规律就是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第3圈是隔1针加1针，后面就是第4圈就是隔2针加1针。第1个针目里面勾了1针，在第2个针目里面也是勾1针长针，在第3个里面需要勾一个加针，已经勾了1针了，所以说绕线在同一个里面再勾1次，这就是加针的勾法。这里看起来是4针，因为我们在第3个里面已经勾了一个加针了，所以说这里从记号扣的这个位置是第1针、第2针、第3针、第4针，这里已经勾了4针，再绕线从下一个里面勾1针，绕线下一个针目里面勾1针，再绕线下一个里面勾一个加针，勾完1针之后绕线再从同一个里面再勾1次，隔2针加1针，按照这种规律也是同样给它勾到结尾。我们第3圈勾完之后是36个长针，大家自己可以数一下。现在勾的是我们的第4圈。
心勾到前面的线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们在钩织的时候就会给它隐藏到里面，是不影响我们钩的。把线对齐了之后，拉齐了之后，再去钩。我们可以一边勾着一边看着，看看自己是否某个位置没有加针。第4圈钩完之后是48个长针，因为我们是隔2加1嘛，所以说这一圈钩完之后是48个。钩完之后大家可以数一下，我这里就不数了。从第1针的位置钩一个，穿进去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一个起立针，开始钩我们的第5圈。第5圈是隔3加1，绕线从我们刚才钩引拔针的这个位置钩第1针，扣一个记号扣，绕线从第2个里面钩1针，再绕线从第3个里面
钩一针，绕线，从第4个里面就需要钩一个加针，同一个里面钩2次，也就是2针，这里钩了一个加针，这里是不加针的。隔3针加1针，这样为一组。再开始钩下一组，也是先钩3针，长针，在第4个里面钩一个加针，这就是隔3加1的钩法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绕线，先绕线，再穿入针目里面，再勾线出来，再绕线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再绕线勾过后面2个线圈，这就是长针的钩法。这个里面需要钩一个加针，在下一个里面钩1针，绕线，下一个针目里面钩1针，再绕线，在下一个里面再钩1针，这里是3针，3针钩完之后绕线，在下一个里面就需要钩一个加针，按照这种规律给它钩到结尾。我这里会稍微快一点，如果前面有不懂的地方，大家可以放慢倍速，反复观看视频。现在钩的是我们的第5圈，第5圈钩完之后是60个长针，钩完之后大家可以数一下，看自己钩的是否正确。
最后一组1针、2针、3针，这里是我们的最后一针，需要钩一个加针。第5圈钩完之后是60个短针。对，这里是长针的钩法，不好意思说错了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在第1针的位置穿进去，钩线出来，钩一个引拔针。每一圈的结尾都需要钩引拔针，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。起立针不算作针数，但是也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忘记去钩。有的宝宝可能会说，我们钩的时候，它这个包包会这样卷起来，像一个小碗一样，我们给它翻过来，因为背面是刚才我们带有线头的，我们这个线头没有剪掉，所以说这里就是我们的背面，我们背面是看起来不是很平整的，然后我们的正面就是看起来特别平整的，就是我们的正面，大家不要搞混了。现在开始钩我们的第6圈，第6圈的钩法就是不加不减的去钩。什么是不加不减？就是每一个里面只需要钩1针长针就可以了，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再钩加针了，只有前面5圈是钩加针的，所以说到第6圈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钩加针了，只需要一个里面钩1针长针。因为我们前面的第5圈钩的是60针长针，所以说我们第6圈不加不减的去钩，一个里面钩1针，这一圈钩完之后也是60个长针，钩完之后大家可以数一下，就按照前面教的这种方法来去钩，把这一圈给它钩到结尾是60针，然后我们的第7圈到从第7圈到第10圈都是不加不减的去钩，一个里面只需要钩1针，然后剩下的大家自己去做，给它钩完，每一圈都是60个长针。从我们的第6圈开始不加不减的去钩，一直钩到第10圈都是不加不减的，每一圈都是60个长针。这里我就不和大家去演示了，然后剩余的大家自己去钩到第10圈。从第6圈开始，现在是我们的第6圈嘛，从第6圈开始不加不减的去钩，一直钩到第10圈，每一圈都是60个长针，然后这里我就不和大家去演示了，大家自己去把下面的剩余的几圈给它钩完，钩到第10圈的时候，第10圈钩完之后，我再教大家怎么继续往下钩。如果前面有不懂的地方，大家可以放慢倍速，然后反复观看视频。